震惊！罗云熙与白鹿私下关系曝光，竟然是半是蜜糖半是伤。这部剧的魅力在于，它不仅是一部甜宠剧，同时也充满了职场商战的高智商对决。故事围绕青梅竹马的温文白鹿是和元帅罗云熙是展开，他们之间的10年纠葛，既令人心动，又充满挑战。温文因患有一种特殊的疾病，流泪就会晕倒，而元帅则从小便暗恋着他，一直默默守护。分离多年后，温文进入金融集团 MH 工作，成为了元帅手下的一名职员。此时的元帅已是集团的精明总裁，冷酷果决，令人敬畏。然而，随着两人朝夕相处，元帅的深情逐渐浮出水面，一场甜蜜又充满权谋较量的爱情拉开序幕。在很多言情剧中，职场只是一个背景，男女主角的爱情才是核心。但半是蜜糖半是伤与众不同，它将职场元素深度融合，使整部剧不仅仅是一场甜蜜的恋爱，更是一场关于成长、智慧和生存的较量。金融行业本就以冷酷着称，弱肉强食的规则主导着一切。在 MH 集团这样的大型投资公司，每个人都在为自己争取最大的利益，甚至不惜踩着别人往上爬。温文作为职场新人，刚入行时满腔热血，但很快发现这个世界并不像他想象的那么简单。他必须在充满权谋和算计的环境中努力生存，才能保住自己的职业生涯。相比之下，元帅则是商战中的老手。他在金融圈摸爬滚打多年，深知这里的游戏规则。表面上，他是冷酷无情的总裁，对下属要求严苛，不容许任何失误。但实际上，他对温文的感情始终炽热，在一次次危机中悄悄为他撑腰。然而，他也不能完全脱离这场职场战争，否则就会被更强的对手吞噬。这部剧的巧妙之处就在于，它让观众在享受甜宠剧情的同时，也能窥探职场世界的残酷与真实。每一次谈判，每一次并购案，甚至每一次上司与下属之间的对话，都暗藏着深意。这不仅仅是一部浪漫的偶像剧，更是一部关于成长与智慧的现实写照。反派角色的塑造往往决定了一部剧的高度。半是蜜糖半是伤在这方面做得尤为出色，林泰墨的登场让整部剧的紧张感瞬间飙升。他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反派，更是整个商战世界的掌控者，他的每一个动作都牵动着剧情的发展。林泰墨是那种让人一见就觉得不寒而栗的角色，他不像那些简单粗暴的反派，而是披着一层优雅的外衣，城府极深，令人难以捉摸。他对外人总是温文尔雅，谈吐得体，仿佛是一个完美的绅士。然而，当你真正了解他时，才会发现他的可怕。他擅长操控人心，利用人性的弱点来达到自己的目的。当剧情揭露他是温文父亲去世的幕后黑手时，观众的心被狠狠揪紧了。这个真相不仅颠覆了温文的世界，也让元帅彻底陷入两难境地。他必须在爱情和正义之间做出选择，是继续隐瞒，让温文活在美好的谎言中，还是揭开残酷的事实，让他面对自己过去的痛苦。这样的剧情设定，让这部剧远远超越了一般的甜宠剧。它不仅仅让观众为主角的爱情心动，更让大家感受到复仇、正义、信任和背叛之间的复杂关系。林泰墨的存在，使得整部剧不再是一场简单的爱情故事，而是一场惊心动魄的心理较量。他究竟还有多少秘密？他的终极计划是什么？每一集的剧情都让人紧张到窒息。在半是蜜糖半是伤的剧情发展到高潮时，我们看到了一个令人热血沸腾的场面：元帅与杜磊的强联手。他们本是商业竞争对手，立场不同，目标不同，甚至在最初的几次交锋中，都对彼此保持着高度戒备。但在面对真正的黑暗势力时，他们放下成见，携手抗敌，形成了一股无法撼动的力量。这种从对立到合作的转变，展现了角色的成长，也让观众看到了更深层次的人性复杂性。元帅一直是个冷静睿智的人，他深知林泰墨的手段有多么狠毒，
所以，当他决定辞去 MH 集团总裁一职时，这并不是逃避，而是一种策略。他故意示弱，让林泰默误以为自己已经认输，从而放松警惕。与此同时，他在暗中收集证据，追查林泰默的黑暗交易，为最后的反击做准备。这样的安排不仅展现了元帅作为金融高手的高智商，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位真正的强者并不只是正面硬碰硬，而是懂得伪装、忍耐，在关键时刻给予对手致命一击。这种克制的力量往往比一时的愤怒更加可怕，也更加让人敬佩。相比之下，杜磊的角色在这一过程中也得到了巨大的成长。他一直是各国赶的商业精英，行事雷厉风行，但在面对林泰默这种幕后黑手时，他意识到自己曾经的强势并不足以战胜真正的黑暗势力。因此，他开始学习元帅的冷静和布局能力，从冲动到谨慎，从单打独斗到团队协作，他的成长让人动容。尤其是在某一场关键对峙中，杜磊原本打算直接公布林泰默的不法行为，但元帅却阻止了他，并告诉他，如果你在没有充足证据的情况下动手，只会让他更容易反击。这一幕不仅展现了元帅的谋略，也让杜磊意识到，真正的胜利不是靠一时的愤怒，而是要有全盘的布局。两位强者联手后，给整部剧增添了更多层次的精彩度。他们的合作不仅仅是力量上的互补，更是一种智慧上的碰撞。元帅的沉稳与杜磊的果敢，在面对不同局势时展现出了极高的默契。例如，在一次针对 MH 集团的商业谈判中，元帅以温和而犀利的语言拖延时间，而杜磊则趁机收集关键数据，这种无声的配合让人拍案叫绝。他们之间的合作也让观众感受到了一种深刻的信任感。在商业战争中，信任往往是最难建立的，但当共同的目标足够重要时，人们就能抛开个人恩怨，携手迎战。这种兄弟般的情谊给这部剧增添了一份别样的温暖，也让观众更加期待他们最终如何彻底击垮林泰默。半是蜜糖半是伤，最让人上头的不仅是甜蜜的爱情线，更是那种在权谋和斗争中逐渐升华的情感。当我们谈论这部剧的终极对决时，实际上不仅仅是在讨论商战上的胜负，更是在讨论角色们如何在这场风暴中成长、蜕变，并最终实现自己的价值。作为女主角，温文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被保护者。她虽然身患特殊疾病，容易因为情绪波动而晕倒，但这并没有成为她软弱的借口，反而促使她变得更加坚强。最初，她只是一个尽职尽责的职员，但当她发现自己的父亲之死与 MH 集团的黑幕有关后，她决定不再做一个旁观者，而是勇敢地站出来，寻找真相。她的成长尤其体现在她不再一味依赖元帅，而是开始学会自己做决定，甚至在关键时刻，为了保护元帅和杜磊，她主动站出来，成为揭露真相的关键人物。这种女性角色的成长，让观众感受到了一种全新的力量。她不是等待王子拯救的公主，而是与王子并肩作战的战士。在最后的决战中，元帅面对的不仅仅是林泰默这个对手，更是自己内心的挣扎。他可以选择用非法手段直接让林泰默倒台，但他最终选择了一条更有意义的道路，用法律和智慧去完成这场较量。他通过一系列精密的布局，收集了林泰默所有的犯罪证据，并在一场公开会议上将其一举击溃。这场对决不仅让人酣畅淋漓，更让观众看到了一种真正的胜利者心态。真正的强者不是靠阴谋取胜，而是靠智慧和坚守原则去赢得最终的战斗。元帅的这一举动也让他的角色形象更具深度，他不仅仅是一个痴情的霸总，更是一个有担当、有智慧的领袖。当战斗落下帷幕，温文和元帅终于能够放下所有的顾虑，真正走到一起。而他们的感情在经历了如此多的风雨后，变得更加深厚。这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霸总爱上我的故事，而是一段相互扶持、共同成长的爱情。观众在看这部剧时，不仅会因为甜蜜的互动而心动，
也会因为那些高智商的博弈而热血沸腾。这样的故事让人既能满足对爱情的幻想，又能体验到商战的紧张刺激，实属近年来言情剧中少有的佳作。你对这场终极对决有什么看法呢？是更喜欢元帅的智谋，还是温文的成长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，让我们一起讨论。记得点赞、关注，第一时间获取更多精彩内容。